3辆车将美国的一条水渠堵塞。为了不影响灌溉，管理方决定找人把车拖出来。可2名潜水员下去后再也没有出来，于是他们派出2人下去施救。结果这2人下去后也没有出来。接着第3组的2人又下去查看，然后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。这不是葫芦娃救爷爷，而是发生了美国罗莎运河的一起真实事件。在美国华盛顿州南部有一座小城叫奇拉，隶属于亚基马县。城市周围分布着大片农田与葡萄园。为了灌溉这些植物，当地政府修建了7条地下隧道，又称虹吸管，以把附近奇拉运河与罗莎运河的水引入农田。可喜欢这些运河的不止农场主，还有很多偷车贼。为了躲避警方的检查，他们经常会把偷来的车扔进河里，而这些车又会顺着水流进入虹吸管中，导致水渠堵塞。因此当地每年灌溉前都会清理一次虹吸管内的汽车。1997年3月14日，罗莎灌溉区罗莎运河附近的一个虹吸管内就一下发现了3辆车。为了不影响2周后的灌溉，罗莎灌溉区决定把这3辆车全部拖出来。这条虹吸管直线长度约673米，最深处31.7米，隧道直径约2米，正好跨过一条公路。隧道采用虹吸效应的原理将水引入农田，整体为倒梯形结构。他们共找了2名潜水员，一个是33岁的马蒂罗德，另一个是41岁的约翰埃伯勒。2人接受的都是休闲潜水训练，按规定是不适合从事商业潜水工作的。但往年灌溉区都是请的他们，再加上商业潜水团队确实太贵，所以管理部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当时正值3月，气温还比较低，灌溉区一端的出水口甚至还结着冰。上午10点左右，2人砸开冰层钻了进去。他们没有携带引绳，但是拖着一根细钢缆。按照计划，他们将游到汽车处，把钢缆挂在汽车上，等出去后再把车拖出来。方法很简单，隧道也不长，所以2人都只携带了1个气瓶。根据计算，这瓶气可以使用1个小时。他们预计会在下面待40分钟，其中1人还额外背了1小罐应急气瓶，准备上似乎没出什么问题。2人按计划游到了汽车旁，并顺利将钢缆固定在了保险杠上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10几分钟后2人就能回到水面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气瓶内的气体竟然快空了。2人非常不解，并开始恐慌起来。他们立刻掉头开始往出口游去，可还没游多远，气瓶就空了。2人赶快共用1个应急气瓶继续游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应急气瓶很快也空了。因为2人没有携带通讯设备，所以岸上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最终2人全部溺水身亡。50多分钟后，大家看他俩始终没有出来，这才意识到下面可能出事了。他们赶快拨打911求助。第2天上午，消防局才找到潜水员，同时也是消防员前去营救。其实这时应该说打捞才更为准确。2人分别是34岁的拉斯蒂·豪伯和37岁的查理·梅斯塔兹。跟前面的2人一样，他们俩也只是接受过休闲潜水的培训，对于虹吸管内的经验也很少。所以当接到通知时，其中的豪伯就比较犹豫。他考虑了一下，决定请假，但直接被上级给拒绝了。无奈之下，豪伯只得开车前往事故点。豪伯与梅斯塔兹是下去救援的人，另外2个在外面提供支援。2人下去时也是带了一个能使用1小时的气瓶。另外梅斯塔兹身上也多带了1小罐应急气瓶，跟前面2人的装备几乎一模一样。按计划，他们下去找到遗体后，就各自拖1个返回水面。打捞的过程预计耗时半小时左右。在潜水的第20分钟，他们在隧道中间位置发现了2具遗体，经确认就是之前的2人。哈伯与梅斯特兹按计划1人拉1个开始往外游。出发时2人看了下潜水表，然后立刻也惊呆了，因为潜水表显示他们的气体只能再使用10几分钟。这遭遇跟前面2人也是一模一样，再加上旁边的尸体，2人顿时恐慌起来。他们丢下遗体，疯狂地往外游。可游着游着，哈伯的气体率先耗尽，于是梅斯特兹让他跟自己共用应急气瓶。几分钟后，外面的2名支援潜水员发现出水口的水面渐渐没有了气泡，2人觉得情况不妙，于是立刻跳入水中过去查看。大约10分钟后，他们在距离出口仅61米的地方发现了哈伯与梅斯特兹。只见哈伯一动不动，呼吸调节器已经从嘴里脱落，梅斯特兹的呼吸调节器还在，但他也失去了行动能力。支援潜水员赶快拖着他们往洞口游去。出来后，众人一边打急救电话，一边对2人实施抢救，但哈伯已经失去了生命特征。救护车赶来后，梅斯特兹被送去医院继续抢救，但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他在医院昏迷3天后不治身亡。警方检查了他们的装备，发现都没有漏气，空气配比也正常，但不知为何气瓶全空。在梅斯特兹去世的同一天，奇拉市政府抽干了虹吸管中的水。最初2名遇难的潜水员也被找到，他俩的装备也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气瓶也全部空掉。另外，警方惊讶地发现
那3辆车其实更靠近东段，也就是运河一端的入水口。如果他们从那边拖的话，会非常简单。但不知为何，他们非要从灌溉区那边进去，可能是设备不好运过去吧。而这起事故中最大的疑问是，这4人的气体明明可以支撑1个小时，为什么他们最后全部在半个多小时就耗尽了呢？一些洞穴潜水专家很快就给出了答案，他们在水下消耗气体的速度过快，主要原因有4个。第一，冰冷的水会增加潜水员对空气的消耗。2，在水下作业要远比休闲潜水消耗气体更快。3，气体的使用量会随着潜水的深度变化而变化，潜得越深，消耗得越快。第4，当他们发现气体不足后，开始恐慌，开始着急出去，这进一步加速了气体的消耗。其实下去时，他们应该准备的是1个半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的气体才够，但这4人都不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他们不具备技术潜水的知识。换句话说是，罗莎灌溉区应该雇佣商业潜水员，而非休闲潜水员去拖车。商业潜水属于技术潜水的一种。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休闲潜水和技术潜水的区别。休闲潜水从字面上也能看出，是指适用于休闲和娱乐的潜水技术。它的潜水极限深度为40米，但这个深度通常是指开放水域，比如海洋、湖泊等。而技术潜水则不同，它包含商业潜水和军事潜水，比如水下勘探、水下爆破、水下焊接、水下工程、沉船打捞、洞穴潜水等等。两者最大的不同是，技术潜水上升时一定要经过减压程序。另外，两种潜水所使用的气体也不同。休闲潜水通常使用的是压缩空气，技术潜水用的是不同比例的混合气体加纯氧。它未必能使潜水员下潜得更深，但却能让潜水员在水中停留的时间更久。在虹吸管内拖车明显更适合技术潜水员去做，当地其实也是这样规定的。之前他们没有出事，完全就是侥幸。事后，罗莎灌溉区因违反了美国劳工部的10项安全规定而被罚了37900美元。哈勃的妻子随后也将亚基马消防局以及当地政府告上法院，原因比较复杂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该让哈勃去，但法院最终驳回了他的诉讼，因为当地政府具有豁免权，而哈勃又是以消防员而非潜水员的身份被派去的，所以消防局最后也没责任。到了这里，该起事故也才算全部结束，而我们本期的视频到这里也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